零式战斗机是二战时期日本最出名的战机，几乎成了日军二战战斗机的代称。性能特点是爬升率高、转弯半径小、速度快、航程远。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没有空中对手。说的夸张一点，零式战斗机就是日本敢于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本钱。为了应对日本的零式战斗机，美国也研发出了一款性能与其相当的 P-51野马战斗机。这款战斗机一经问世，就在二战的战场上掀起了巨大的战略层次作用，特别是在太平洋战场上，将日本压得完全抬不起头来。作为二战盟军最优秀的全能活塞式战斗机之一，它的出现足以影响到二战进程，也成了盟军夺取制空权的象征。1944年底，野马战斗机已经完全掌握了欧洲上空的制空权，战斗中总计击落击伤敌机7890架，成为二战中最优秀的战斗机之一。野马战斗机在1943年秋加入远东和太平洋战场，使日军失去了在中国的制空权，零式战斗机沦为自杀飞机。1945年春，野马战斗机对日本本土进行大规模空袭，立下大功。航空史学界对这一机型有着很高的评价，认为它达到了活塞式飞机的最完美境界，其飞机机体和发动机都是最成功的。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二战空中的空中霸主 P-51野马战斗机。野马战斗机的诞生还得从欧洲战场爆发的时候说起。当年英国的喷火战斗机产量不足，而德国空军的 ME-109 战斗机性能远远超过英军空军配备的贝尔 P-39 空中眼镜蛇和寇蒂斯 P-40 战斧战斗机。在这个紧急时刻，英国政府向美国求购一款适用于英国空军作战的新型战斗机。这个项目最后交给了当时的北美航空，北美为此还在1939年夏成立了一个项目小组，小组里面一位设计师埃德加·舒默德曾经为德军的梅塞施密特工作过。这位才华横溢的德国飞机设计师也在后来对这款战机的研发设计提供了很多先进的技术。北美航空于1940年4月10日正式获得批准研发，而当时还有一个附加条件，那就是必须在120天内准备好原型机进行测试。因此，这款战机的研发工作很紧迫。尽管如此，1940年9月9日，在英国订单下达后的第102天，北美航空就完成了最后的组装工作，大大提前于120天的最后期限。原型机经过进一步的测试之后，于1941年交付英国空军服役。量产的野马战斗机长9.83米，翼展11.29米，高4.17米，空重3232公斤。野马战斗机的机身结构设计十分精简，短小精悍的机身搭配采用层流翼剖面型的主翼，使得它的飞行性能在当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让整架飞机在保证充足强度的前提下，能够保有良好的高速巡航能力。而用来提供机翼升力的机翼活动面则选用了5段式进翼，大大缓解了以往飞机在低速情况下会经常出现的失速问题。该型号战机冷却器的安装位置也与此前的任何一款飞机不同，野马的冷却器安装在机翼下方，而不是装置在机翼之上。这一设计也让其在翼根处获得了安装较大油箱的空间，这也让野马拥有比同时期其他战斗机更加出色的燃油承载能力。野马战斗机采用的动力装置在当时的世界上水平是数一数二的，尽管在设计的初步阶段，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得到装配高端动力装置的准许，设计团队不得不采用艾利森1710液冷发动机作为其主要的动力来源。这款发动机动力稍显不足，当飞行高度超过12000英尺之后，引擎的输出功率会大幅下降，使战斗机在高空作战中的表现不佳。在随后的实战中，有战斗人员反馈，盟军战机在应对高空空战时稍显无力，再加上美军在欧洲战区日益增加的护航需要，盟军决定给一部分战斗机更换引擎。然而，由于战事量产不足，只能够通过性能测试的方式来获取更换引擎的资格。野马战斗机不负众望，在测试中展现出了其杰出的机体性能，成功获得了更换梅林 V1650液冷发动机的机会。这款发动机装有2级2速的机械增压器，最大输出功率为1490匹马力，能让野马战斗机拥有711公里每小时的最大速度和12696米的实用升限，基本上完美改善了其在高空时的功率输出。此后的野马在空战中的影响力进一步的提升，不仅满足了美军长途护航的需求，还迅速让欧陆战场上空的胜利天平向盟军倾斜。
而野马战斗机得以获得超高速度，与其散热器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实际上，在 P51 整个动力系统中，散热器是最让人感到惊艳的。科研人员在散热系统的设计上运用了梅里迪斯效应。通俗的讲，这种效应就是当散热器尺寸远大于其进气口的尺寸时，冷空气在进入散热器后会迅速受热受压，转化成热空气向反方向喷射而出，产生一股超过1500牛的推力。这就相当于在原有发动机的基础上加装了一个可产生较大推力的喷射型发动机。在燃油方面，因为机翼的负载减轻了，因而可以携带更多的燃油。而当年二战中，很多飞机因为被敌人击中油箱之后经常漏油爆炸，所以野马战斗机采用了当时二战中普遍采用的自密封油箱。这种油箱外面包裹了一层橡胶化合物，这种化合物会在被子弹击穿后自动封闭弹孔，从而实现自封油箱的作用。野马战斗机也因为这个配置，在参战后拥有很好的安全性。配合这些，野马的最大航程可以达到2755千米，作战半径达到了1020千米，在当年算得上是佼佼者。野马延续了美军一直以来喜欢使用小口径机载武器的传统，以众多的数量来抗衡敌方的一发入魂。P51战斗机的原型机机载武器为4挺 12.7 毫米勃朗宁重机枪和4挺 7.62 毫米勃朗宁轻机枪。后来根据作战需求改进的型号中，机枪的数量都做了修改。例如美国陆航的 P51BC 型号采用的是4挺 12.7 毫米重机枪，而改装的 A36A 俯冲轰炸机型则有6挺 12.7 毫米重机枪，在机翼下还可以携带2枚227公斤炸弹或者是8到10枚火箭，因而其武器配备也是相当给力。在二战中，美国总共生产了15575架野马，仅次于 P47雷电战斗机。另外，澳大利亚还获得美军的许可，生产了100架野马，最终共生产了约15875架 P51个型号，是二战美国战斗机总生产量的第2名，仅次于 P47战斗机。1943年秋冬季之后，野马战斗机才开始大量出现在欧洲及远东和太平洋战场。虽然出现的时间已经到了战争后期，但是野马凭借其优异的性能，为 B-17、B-29轰炸德国、日本立下赫赫战功。除此之外，对于空中格斗、摧毁地面目标表现同样出色。在欧洲战场中，这款战斗机出动13873架次，投弹5668吨，击落敌机4950架，击毁地面敌机4131架，甚至还击落了德国空军当年最强大的喷气式战斗机，在当年被誉为歼击机之王。P51D 的出现代表着盟军在战斗机领域已经超越德国。德军的战斗机在试图对轰炸机进行空对空打击时，根本顶不住 P51战机至少6挺重机枪的火力压制，除非他们使用挂载的火箭弹去攻击 P51。然而，一旦用掉了火箭弹，德军的飞机就无法对轰炸机产生威胁了。在 P51强大的火力全程护航之下，盟军的轰炸机得以安全进出轴心国的领空，顺利完成战略轰炸任务。二战中，这款 P51野马战斗机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上的蓝空中纵横驰骋，大杀四方。不管敌方的防空体系是多么的严密，它都能够直指敌军腹地，并且还能够在舟车劳顿之后和纳粹德国的优秀战机展开大战，并且丝毫不落下风。在短短的1年时间里，就给德军带来重大的打击。也是因为这款战斗机，第2次世界大战才能够取得完全意义的胜利。尽管现在科技的进步中，压气机和燃烧室取代了气缸和螺旋桨，曾叱咤风云的活塞动力战斗机纷纷从装备序列中除名，这些老战士或是被拆毁，或是为导弹时代的雷鸣献身。但 P51野马战斗机作为二战中后期欧洲战场的空战之王，永远在历史上留下了他的传奇故事。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请持续关注我们，既可以收看最新视频，又能浏览往期的精彩。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